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六战一体、多维度、高精度，真实模拟武统台湾之战略。末年，由于蔡英文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9·2共识，并且台独动作不断，相当一部分大陆民众对和平统一台湾失去信心和耐心，武统台湾的声势日渐高涨。当地时间某月末日，美国总统不顾中方反对，签署了鼓励美台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使得两岸关系再度跌破冰点。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下令即刻发起全国战争动员，武统台湾即日已到，开战。以下为解放台湾战争兵推。第一是火力战，火力准备阶段3波以火炮、导弹为主的火力突击，加上3波航空兵火力的补充打击。据计算机仿真，应摧毁台方1/3重要目标，并压制其他重要目标和一般目标，使其48小时内失去使用功能。而后由察打一体无人机凌空监视，消灭零星复活火力。在进攻过程中，如遇台军反突击、逆袭、坚守防御要点、支撑点，则无需强攻，只需召唤上级火力摧毁之。上级火力可有我岸远程火箭炮、战术航空兵、陆军航空兵、舰炮、舰导火力。特别坚固的地下设施由钻地弹反复打击，因此在以合成营为骨干构成的突击群中，有炮兵前方观察所、空军引导和指示目标小组、陆航指挥组、舰炮火力指示等有关人员，在我岸相应位置部署9个远火旅，其中瞄准台湾北部多个旅，南部4个旅，东部3个旅，2个旅作为火力预备队，负责72小时不间断火力支援，护送我登陆兵向纵深攻击前进，摧毁沿途顽固坚守之敌，直至夺占预定目标。据我所知，我军有远程火箭弹10万发，轰击数百个标定目标，绰绰有余。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朝鲜战争美军有个范弗里特当量，简单说就是根据需要，炮弹随便打，用火力密度和强度最大程度的杀伤对方，减少我方兵员损失。根据范量，把一次战斗一般消耗1至3个基数的弹药猛增到20到30个基数。当年上甘岭战斗，把我山头阵地削低2米，就是范量起的作用。我志愿军吃了范量很大的亏，伤亡重大，以致第4、第5战役进展很艰难。对台作战，我军也要使用类似的概念，只要火力能用上的地方，绝对不会让我官兵前出。据计算机仿真，我军官兵伤亡不会大于一个中等烈度的地震。第二是目标战，俗称点穴。现代登岛作战并不需要层层打击、层层推进，形成明显战线，逐次占领敌方防御地域，而是战前根据目标性质可分为摧毁目标、压制目标、夺占目标、监控目标、暂时保留目标等。美军确定朝鲜有700余个打击目标，那么台军只有约20万军队，充其量也就是200到300个目标。把这些目标编成目录，包括目标性质、精确坐标、打击要求、打击方式方法、所需兵力、兵器、弹药、器材等。战前任务部队对各自目标细细加以研究，反复演练和重难点攻关，得出对每个具体目标的最佳打法。台湾的军事目标有2个极易挨打的特点：一是集中，如衡山和圆山指挥所、高速圆山交流道、松山机场间的距离不超过3000米；海军左营军港与屏东军用机场不超过30千米；嘉山飞机动库机场与花莲机场不超过3000米。一个地域突击作战计划，这些目标都能包含进来，简化了航线，真是太便宜了我航空兵。二是暴露，台湾所有机场都离海边很近，近则零距离如桃园、花莲机场，远则40到50千米如清泉港、台东机场，其余都在10千米上下。又如嘉山和台东飞机洞库毫无遮掩，从东向洞库看去，库口尽收眼底，熟练的飞行员闭着眼睛都能发现和攻击目标。更不要说位于大直地区的衡山指挥部系统，在谷歌地图上都分辨得清清楚楚，好似秃子头上的狮子，一捉一个准儿。我军战时组织若干个突击群或打击单元，上岸后在统一指挥下，根据各自任务直奔目标而去，按照要求完成任务。由于是目标战，只需要根据任务要求编组兵力兵器，所以登陆部队规模大大压缩，以我集中的精锐之力打击分散部署之敌。
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岛内有军事专家说，我攻台需40万大军，真是一个外行说的笑话。我看有其10支1-2足够。根据测算，有多个合成旅编组数十个突击群，在48小时内分多波登陆足矣。有岛内军事专家说我军登陆载具不够，又是一个笑话。我军现有大中型登陆舰、滚装船、散装货轮改装为滚装船和准直升机母舰，只需3个月时间。试改和技术储备在2000年代已经完成。况且气垫船、部分两栖坦克装甲车辆、地效飞行器实行由岸到岸登陆，并不需载具。我航渡保障力量分多个波次，在72小时内完成兵员、装备、物资全部输送任务并不困难。由于我军无需层层打击、层层推进的战线式进攻，所以台军提出的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暗滩歼敌的作战新思维中，滨海决胜、暗滩歼敌并无着力之处。所谓重层拦截，我都无层，遑论重层。由于我军主要实施火力战配合目标战的战法，故不会与台军打城市攻坚战，更不会有巷战。一些两岸民众担心巷战伤亡较大，据此可以放下心来。第三是立体战。二战诺曼底式传统登陆已不是现代登陆战的主要样式，而是多种样式并用，根据敌情地形适用什么样式就用什么样式。地平线登陆、超视距登陆、敌后垂直登陆、利用港口、机场登陆都是重要方式方法。一个空降师的战役空降至少上千平方千米，空降地域内应有3到6个敌方机场，伞降和机降相结合，在登陆兵上岸的同时，上百架次的空降兵在敌后着陆，守军顾得过来吗？实施战役空降之前或同时，还要在多个重要目标附近实施战术空降和特种空降。担负这一任务的空中突击旅和陆航旅借助游戈在台湾海峡靠台一侧的某某艘两栖攻击舰和准直升机母舰，我直升机往返台岛的航程大幅缩短，战场流控和使用效率大幅提高。第四是信息战、网络战，保护己方信息，打破破坏敌方信息。首先取得制信息权，是取得制空权、制海权的前提和保证。电磁脉冲武器、碳纤维炸弹是必备武器。台军衡山、陆资、大成、强网等指挥系统和互联网、各局域功能网以及输电网是主要打击目标。战前战中断网、断电是必须的。还有更有效的技术手段，可以让台湾暂时变成一个神经错乱的精神病，台军变成4肢瘫痪的植物人。因为保密原因，这些手段暂且不谈。当然，战争全过程都由我侦察、通信、遥感、定位等卫星和长航时无人机实施空天保障，确保我指挥畅通，破坏台军信息系统。总之，我东部战区有关技术部门年年受到军委表彰，可以推断他们的信息战能力有多强。第五是特种作战，我军每个战区都有特战旅，集中到台湾作战，正是练手的好机会。特种作战任务首先是斩首行动，当钻地弹和混凝土爆破弹未完成斩首任务时，由特战分队完成。其次是先遣行动，在火力准备之时或之前，趁乱先行潜入重要目标附近，如各级指挥机构、重要技术阵地、机场、港口、电视台、电台，适时加以控制，而后引导主力部队进入。再次是向地对地导弹、远程火箭炮、各军种航空兵、舰炮等支援火力指示目标和矫正偏差，评估毁伤效果。为打击位于台北大直地区的台军最高指挥部、衡山等指挥机构，我特战部队在火力准备时，通过渗透、伞降、机降占领松山机场，控制机场后，主力向衡山指挥部出击，监控受我打击从衡山外逃之敌，并向我临空航空兵指示临机打击目标。一部兵力顺势控制高速圆山交流道，切断台北北部的东西交流，引导我登陆兵主力奔赴台北地区各个攻击目标。第六是心理战、法律战、舆论战。火力硬杀伤和心理软杀伤相结合，在硬杀伤的打击和威慑下，利用台军脆弱的心理状态，加强心理攻势，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和告台军官兵书，通过手机、脸书和其他网络平台强行置换岛内电视台、广播电视台的播放内容、战场传单、喊话等，向台军官兵指名道姓地发出劝降书。重点是作战部队各级指挥官和指挥部人员小以统一大义，
指出顽抗到底的下场、战场起义或投诚的优待、战场立功的奖励、明确与我联系的方式、脱离部队或我打击目标和去往收容地点的时间、路线。依据战前修订的统一国家法，对经最高法院判定的犯有分裂国家罪的台独头头，在战争状态下，人人当擒之，人人当诛之，并给予实施者以国家奖励。心理战不仅对台军官兵有削弱其抵抗意志的作用，而且对台独头面人物有震慑作用，对台独阵营有分化瓦解作用，对统派群众有一呼百应、鼓舞士气作用。同时通告岛内居民，在形势紧张时提前离开部队和远离可能被我打击的目标，免得被牺牲。倒要看看岛内真正拼死顽抗到底的死硬台独分子能有几个。经过6战一体联合持续猛烈的打击，台独势力还能支撑几天？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